在视频开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监狱长，你的监狱里面正在发生例如火灾、毒气、洪水、地震、疾病等一系列致命的灾害，你会选择救他们，还是选择无视呢？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留言。当然，囚犯包括了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还有各种各样被判刑的普通人。如果说放了他们，越狱了怎么办？那如果说什么都不做，这些囚犯们就是死路一条。本期要讲的这起发生在1930年的监狱火灾，原模原样的上演了以上的这些情况。囚犯的呼叫声被无视，监狱外又被持枪的部队包围，很多囚犯不惜自刎，请求警卫开枪，也不想自己被活活的烧死。还有的囚犯直接把头伸进了马桶里面，死后保持这一诡异的姿势。那在如此绝望的境地，狱警为何会无动于衷呢？1813年，美国俄亥俄州在哥伦布市建造了一座小型监狱，但随着人口增长，囚犯人数也日益增加，慢慢的，监狱就容不下这么多人了。经过几次改建后，在1834年，俄亥俄州立监狱又重新开放，预计容纳1500人。几十年来，无数罪有应得的囚犯走进这沉闷的棕色建筑物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849年，一场霍乱席卷了监狱，121名囚犯去世，骚乱不断。然而，1930年又一场大火，更是让这所监狱变成了人间炼狱。1930年4月21日，监狱西区正在扩建，施工人员在一栋建筑物旁设置了脚手架。这次的扩建工作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替换掉老式的木屋顶。为此，在脚手架旁边还堆放了不少干燥的木材，而火灾就始于脚手架上的一块油腻破布。随着被蜡烛不小心点燃之后，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木质的脚手架更是不堪一击。屋顶、木材这些易燃物品全部被点燃，燃烧后产生了大量的黑烟，迅速涌进相邻的牢房里面。当时，牢房里正关押着800多名囚犯，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床上睡着了。很快，大火就包围了整座牢房，囚犯们被呛得疯狂咳嗽，发出绝望的尖叫声。可是狱警们却置若罔闻，眼看着浓烟弥漫，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囚犯们叫苦不迭，恳求狱警开门，可是都被残忍地拒绝了。随着牢房的温度越来越高，囚犯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被困在金属牢笼里面，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活活烧死。为了缓解高温，他们往彼此身上泼水，浸湿毯子挡在牢房门口，堵住浓烟。还有一些人直接把头伸进装满水的马桶里面，试图降温。还有少数囚犯因为不愿意被活活烧死，直接自刎。剩下的都在恳求狱警开枪打死他们，给个痛快。看到这里，大家肯定很好奇，牢房里面燃起熊熊大火，那监狱外的人都在干嘛呢？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因为比起死亡，他们更担心的是囚犯会不会越狱。没人在思考要怎么营救，相反，有些狱警还在大声辱骂囚犯，谴责他们就应该被烧死，不配活着。不仅如此，他们还紧急调来了500名武装士兵，在监狱外架起了机关枪和上膛的步枪，威胁里面的人，不跑会被烧死，跑了又会被一枪崩了。囚犯们真的是绝望透顶，他们愤怒地拿起石头扔向牢房外面，但始终没有人来给他们开门。殊不知，这样的骚乱还阻止了前来救火的消防员。在此过程当中，火势逐渐向上蔓延，位于楼上的囚犯们也都难逃一死。这时，有2名囚犯再也受不了了，他们设法夺走了狱警的钥匙，然后开门释放了其他囚犯。虽然在浓烟当中能见度非常的低，但他们还是成功营救了将近50名狱友。获得自由的囚犯并没有只顾自己逃跑，他们互相帮助，抬走伤者，还试图灭火，救出更多的人。当然，也有一些狱警没有这么冷漠，他们竭尽所能解救囚犯，有的还一趟一趟的背着伤者穿过火海。就连监狱长的女儿当天也彻夜未眠，照顾受伤的人群。可悲的是，在监狱屋顶倒塌时，牢房里面还有160名囚犯被困，最后全部葬身于火海之中。最终，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据统计，有320人死亡，230人受伤。关于火灾发生的原因，大部分人都相信这只是一场意外，是蜡烛不小心点燃了破布，再加上大量的易燃物品，火势异常的凶猛。然而，本来只可容纳1500人的监狱，在发生火灾的时候，竟然住着4300人。监狱里面人满为患。发生火灾之后，狱警们也没有进行专业的疏散工作，甚至漠视生命，拒绝打开牢门。要知道，一把钥匙能够救好几十条生命。人们纷纷谴责监狱的官员疏于职守，明明这么多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却因为狱警的不作为而损失惨重。还有一部分人推测，这是囚犯精心设计的越狱计划，本想借着火制造混乱，方便出逃，但没想到大火严重失控，计划宣告失败。监狱官员们更是大肆宣传这一理论，认为是心怀不轨的囚犯纵火在先，所以狱警们不得不谨慎些。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监狱为了甩锅来淡化自己管理不善的问题。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解释，悲剧都已经发生了。在清理现场的过程当中，地上满是遇难者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大多数人都是死于吸入的浓烟，有的则被困在牢房当中，活活被高温烧死。然而，识别身份的工作非常的困难，尸体身上的囚服编号早就已经被烧毁，尸体更是烧成了焦炭。
在火灾发生后的2周内，剩余囚犯们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质疑狱警的不作为，把囚犯困在大火当中等死，因此多次集体罢工，拒绝做苦役，为死去的狱友打抱不平。而事实上，大部分囚犯都没有犯下特别恶劣的罪行，他们多数是因为种族纠纷而通通被关进了监狱。其中一位叫做查尔斯·海姆斯的囚犯幸存了下来，他本是一名学生，后来因种族偏见而辍学，然后混入了社会帮派，最终因为非法持械而被宣判。查尔斯坦言，自己经历了那场灾难之后，对人性有了很大的改观。据他回忆，那些平时他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重罪犯，监狱里面的老大等，在这次的火灾当中却短暂的成为了英雄。他们不顾一切的往返于火海，拯救了一条又一条狱警眼里死不足惜的生命。他们没有在这短暂的自由当中逃离高墙，而是想方设法的救人。也许这是他们内心的最后一丝良知被唤醒了。火灾过后，监狱里面还流传出毛骨悚然的流言，因为有不少囚犯都声称自己在半夜的时候听到走廊里隐约传来歇斯底里的尖叫声，绝望而痛苦的呼喊声，成为了许多狱警和幸存者的梦魇。其实，俄亥俄州立监狱并非没有任何消防措施，但由于太过敷衍，显然抵挡不住如此严重的大火。首先，小型灭火器布满了整个监狱；其次，监狱内有一个大水箱，还连接着监狱围墙外的城市水管，不存在缺水的情况。那为何火灾当中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呢？因为在水箱和消防栓之间根本就没有运输水的工具。虽然监狱内存放了数百米的消防水带，但根据一份火灾保险报告显示，没有明确哪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够使用这些资源。后来在总督调查委员会的询问下，监狱长也承认，比起囚犯的性命安危，自己更担心他们越狱。他也坦言，监狱确实过度拥挤，但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也没有办法拒收囚犯。此事过后，一系列全国性的监狱改革就此展开。除了消防安全方面的新规，还修改了最低量刑法，避免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况。这些改变也确实大大改善了囚犯的生活条件。可这么多年来，囚犯的安全真的得到了保障了吗？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席卷了美国新奥尔良，全城电力、供水和通讯严重中断，而关押在市监狱里面的600名囚犯全部都被淹死。2011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的男子被发现死在牢狱当中。据了解，在德克萨斯州的监狱里面，大部分都是没有空调的。罗伯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没有挺过极度高温的囚犯。2017年，飓风哈维袭击了德克萨斯州，一所州立监狱的3000名囚犯被困，好几天都没有食物、水，也不能上厕所。2018年，惨剧再度发生，佛罗伦萨飓风在南卡罗来纳州肆虐，该州的好几个监狱都遭到了重创，1000多名囚犯被封锁多日。在弗吉尼亚州，州长下令强制疏散所有的平民，面对人满为患的监狱却置之不理。2019年，一场寒冷的极地涡旋突袭了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1600名囚犯暴露于极端的冷空气当中，没有电也没有暖气，没有热水和食物，绝望的呼喊声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后来，许多家属试图向外界求助，调查监狱内残酷的条件，果然在公众的压力下，监狱短暂地恢复了正常水平。而没有人能够保证下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监狱里面的囚犯是否能够被划分在救援对象当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极端灾害时有发生，被监禁的囚犯真的只能等死吗？其实，面对突发性的灾害，考虑到监狱的特殊属性，避免逃狱和积极逃生必须同时进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迅速转移囚犯，以确保他们得到妥善安置。当然，这讲起来也就是短短的一句话，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更是离不开平时的安全演练。总之，从消除安全隐患到组织疏散逃生，不管是墙内还是墙外，安全教育都刻不容缓。然而，犯罪必受惩罚，但囚犯以及死刑犯在执行前也是有生存的权利的。虽然他们罪大恶极，但被执行死刑和出意外或者疾病致死不能混为一谈。毕竟，灾难和疾病并不是执行死刑的一种方式，死刑有死刑自己的条条框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步也不能少。那话说回来，监狱更不能故意漠视囚犯的安全与健康。人性本来就是世界上最难琢磨的东西，有囚犯在伸出援手，也有风度翩翩的狱警在拒绝帮助。不可否认的是，灾难面前，人性展现的淋漓尽致，没有绝对的丑恶，也不会有绝对的善良。那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